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今天换个户外的形式，聊一个有趣的话题。面对一个长期上涨的资产，我们还有没有做交易的必要？空气中带着花香，湖水很平静啊，小风一吹啊，特别舒服啊。那我这里就随便讲一下啊，至于讲的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面对一些涨势很猛的市场啊，都会说一句话啊，这种东西啊，比如比特币啊，这种东西你长期持有就行了啊，交易根本没有意义啊。但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账户里有100万啊，未来半年可能会缩水到60万啊，你真的能做到手心不出汗，一下都不动吗？很多人他在看这个历史 K 线图表时，都觉得自己是长期主义的股神啊，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结局嘛啊。但在现实的不确定性面前啊，大部分人其实只是市场里的 NPC 啊。那为什么数学上最优的这种长期持有啊，在现实执行中却成了大多数人的执行地狱？其中交易的意义啊，可能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么首先明确一下我的观点啊，我个人是觉得持有和交易啊，这两者啊也不存在什么哪一个就更优，哪一个就更高级、更聪明啊，因为他们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啊。一种方式是一次性承担风险，然后把结果交给时间；另一种方式是在过程中不断的调整，让自己承受风险的方式更加可控啊。那么这两者本质不是优劣的之争啊，而是对应不同的约束条件啊，它侧重点完全不同啊。你等行情走出来再回头看啊，你当然可以觉得啊自己当初的选择真的好明智啊，你当然可以这样的感慨啊，但是你不应该站在今天这个已知结果的视角去看低当时做出另一种选择的人啊，这个就不应该啊。现在让我们真实的代入一下啊，如果真的让你拿一大笔可以自主操作的资金，在一个未来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中间可能会经历40%、50%的一个剧烈波动，那么你真的能做到持有资产然后不动如山吗？大多数人其实应该都做不到。但有意思的是，大家往往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才觉得持有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你用一个已经发生的结局去评判当时充满未知的决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交易和投资的时候啊，都会下意识的用事后的最优路径去要求现实中的自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合理啊，但它有一个前提是，默认你可以完整执行持有这件事情啊。那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个投资里的这个 buy and hold 啊，买入并持有，它本质是一个结果最优的模型啊。你在一开始就承担全部的风险，然后不做任何干预啊，把命运交给时间啊，这是 buy and hold。那么从数学上讲，这种方式确实在长期上，尤其是面对一些成长性很高的标的来说，这个操作它往往就是最优的啊。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苛刻的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扛得住全过程的所有波动，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动啊。而交易它做的是另一件事情啊，它不是说去追求终点的一个最优，而是在路径上不断的做决策，去管理风险的暴露方式啊。所以这两者的差别，我个人觉得是它不在于说谁更聪明啊，而在于你愿意且有能力承受什么样的过程啊。很多人会问，那么既然这个标的啊，这个资产它长期持有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还要交易啊？你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刚才的那种认知偏差的一个延续啊。你已经知道这个资产最终会涨啊，你才会觉得啊拿住了就行。但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当时一个对未来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在当时你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你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大幅的波动，你甚至不知道当时的那段趋势会不会延续啊？而且这个过程还有新闻啊、情绪啊，包括旁人的质疑、自我的怀疑，种种不确定下，什么都不做啊，反而是一个很难的决策啊。很多人都会高估了自己在这种环境下的一个承受能力啊，他们是在结果已知的前提下，反推出一个看起来很轻松的最优解啊。但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在不知道结局的情况下，把这个最优解执行到底？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大部分人的结果，它的结果往往连标的本身都跑不赢啊，因为中间的这个路径会有各种条件去不断的干扰你啊，你可能会在波动中减仓了啊，在回撤中怀疑了，在上涨后又追高了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反而偏离了原本最简单的那条路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交易存在的意义，它并不是说去替代投资啊，而是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无法稳定执行持有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量
接近那条路径啊。那么投资和交易呢，这两者本身就不是竞争关系啊，而是对应不同的约束条件。它不是说只可以存在一种方式是正确的啊，这没有，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啊。如果你有足够的这个认知、资金和心理的稳定性，你可以完整的执行长期持有这个动作。那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一直拿着啊，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路径啊，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做不到啊，你自己也知道你做不到，那么你需要面对的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是最好的，哪一个更好啊，而是这两种方式哪一种更适合你啊。那么市场从来它就不缺最优解啊，那么缺的是在不确定性中能够把它执行完整的一个人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去重新的看待交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以一个非常偏激的角度去看待，说我只能做这一种，另一种是我绝对不能选择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他们真正的区别不是说谁更高级，而是你面对不确定性时，你的这个约束条件是什么？如果你的资金就是一个长期闲置的一个闲钱，而且它的波动，你持有这个资产的波动，它不会影响你的心态，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并且你对于这个资产的标的的回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么长期持有确实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路径。但是如果说你的资金对于波动更敏感，你更在意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或者你知道自己很难在大幅回撤中保持不动，那么通过交易去管理路径也是一种理性且合适的选择。我这里说的交易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是指的你经过你自己建立过的成熟有效的一个有信心的交易方法啊，你以这种科学的方式去交易。